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来，就像一把冰冷的锥子，硬生生地扎破了午后那层静谧的空气。我伸手拿起话筒，听筒里传来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：“董浩，是我，孟小雨呢？”听到这名字，我脑袋里立马就浮现出一张年轻的面孔。那可是大学时候的孟小雨，她个子高高的，走路都带风，笑起来的时候，那爽朗劲儿能感染周围一圈人。老董啊，咱可有年头没见了，可不是怎么的，整整15年了。我听说你回青山了，咱班打算搞个小型的同学聚会，你有空不？我听了这话，心里不由得顿了一下。就在刚刚，组织部给我来了通知，3天后就要正式宣布我去青山市当市长。可这消息还没对外公布呢，我也不想提前跟别人说。有空，什么时候聚啊？明天晚上6点，就在青山国际酒店。行嘞，我肯定到。挂了电话，我走到窗边，往外瞅了瞅。这15年里，青山市的模样可真是大变样了。以前那些低矮的房子早没了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，马路也变得又宽又平，车来车往的。这城市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样子了。可有些老同学，还有大学时候的那些事儿，就像刻在我心里似的，怎么都忘不了。徐丽的脸又在我脑袋里冒出来了。大学那4年，我心里一直偷偷喜欢着她，可就是没勇气跟她表白。毕业的时候，我得到了去省城工作的机会，从那以后，我俩就各奔东西了。这15年来，我一次都没联系过她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寻思着，提前1天回青山市转转，一个人走走，好好感受感受这座城市的变化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开着车进了青山市。阳光暖暖地洒在街道上，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感觉既熟悉又陌生。我沿着记忆里的路线慢慢开着车，路过了我曾经上过的大学，路过了我和徐丽以前常去的小公园，还路过了一条我们以前一起走了无数次的河堤。到了中午，我来到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厅，刚坐下没一会儿，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：“董浩，真是你啊！”我抬起头一看，原来是张健，我们班上的同学。他现在比以前胖多了，头发也稀稀拉拉的，少了好多。张健，好久不见啊！他在我对面一屁股坐下，马上就急不可耐地问起我的近况。我只是笑了笑，跟他说我在省城一家企业当顾问，工作挺稳定的，就是平平淡淡，没什么特别的。那你知道不？徐丽现在在市艺术学院当钢琴教师呢，她嫁给了宣传部的朱昌盛，现在朱昌盛都当上部长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似的，手里的咖啡杯差点没拿稳掉下去。徐丽居然结婚了，还嫁了个当官的。那个曾经单纯又美好的女孩，现在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？你明天肯定来参加聚会吧？他们2口子应该也会来。张健接着说。我点了点头，可心里却五味杂陈。第2天晚上，我准时到了青山国际酒店。宴会厅布置得热热闹闹的，几十个同学都已经到了。大家见了面，都热情地打招呼，有说有笑的。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，不想太显眼。没一会儿，门口又进来一对夫妇。那女人穿着一身素雅的连衣裙，身上还是带着当年的那种气质。男人穿着西装，打领带，看着挺有派头的。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徐丽和她的丈夫朱昌盛。徐丽，朱部长，快请进！主持人热情地招呼着。
朱昌盛脸上挂着笑说：“也就那样吧，就是一份普通工作。”普通？朱昌盛轻蔑地笑了笑：“我还以为你当年去省城，现在怎么着也得是个处长什么的，没想到就只是个企业顾问啊。”宴会厅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平静地回答道：“是啊，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，所以现在这差距也就拉开了。”朱昌盛笑着举起酒杯来，我敬董浩一杯。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我在宣传部还是有点人脉的。他这话听着好像是好心，可实际上就是在炫耀自己的地位。我笑着跟他碰了碰杯，喝了口酒，没再多说什么。徐丽一直低着头，不怎么说话，只是偶尔会抬眼看看我，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复杂。董浩，听说你还单着呢？朱昌盛又问道。我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是啊，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谈恋爱。”那可不行啊，都这岁数了，还不结婚。朱昌盛摇了摇头，你看我和徐丽结婚都10年了，日子过得可幸福了。徐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可眼神里却藏着一丝心酸。徐丽在艺术学院教钢琴，我在宣传部工作，收入都不错。前年我们还买了新房子，200多平米呢。朱昌盛接着炫耀：“你在省城住哪儿啊？有房子吗？”租的房子，70平米，够住就行。我淡淡的回答道。朱昌盛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董浩啊，你这些年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，连房子都没买？要不要我给你介绍点副业？多赚点钱。”我能清晰捕捉到他话语里那股子藏不住的讥诮，可我心里头压根没把这当回事儿。我下意识瞅了瞅徐丽，只见他眼神里满是歉意与慌乱，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满心都是不安。等宴会散了场，孟小雨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拽到了酒店的吧台边。甭搭理朱昌盛那好势利眼。孟小雨气呼呼的，脸都涨红了。以前他就在镇上当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干部，后来走了狗屎运，攀上了关系，这才进了宣传部。他对徐丽怎么样啊？我实在忍不住开口问道。孟小雨长叹了一口气，无奈的摇摇头，看着倒是挺风光的，可实际上徐丽过得苦着呢。朱昌盛这人要求贼多，管他管得死死的，一点自由都不给他。我听了这话，心里一阵发堵，半天没吭声。当年那个爱笑爱闹、阳光灿烂的女孩，如今的日子居然过得这么憋屈。对了，明天你有空吗？来我公司坐坐呗。孟小雨抬眼看着我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唠唠。我轻轻点了点头，应下了这事儿。第二天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孟小雨的科技公司。孟小雨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这些年打拼下来，发展的还真不错。公司里已经有上百号员工了，办公区里一片忙碌的景象。董浩，咱这青山市啊，表面上看着发展的那叫一个快，其实问题多着呢。孟小雨把我领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官商勾结、利益输送这些破事儿到处都是。”我没吭声，就静静听着他讲。像朱昌盛这种人，整天就琢磨着怎么往自己兜里捞好处。我这公司要是想拿到政府的项目，不打点关系，那根本就没门儿。我皱起了眉头，追问道：“这种情况很常见吗？”“太常见了。”孟小雨苦笑着，脸上满是无奈。“你在省城工作，可能不太了解这儿的情况。
青山是表面上看着挺光鲜的，可实际上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办公室的门哐当一声就被推开了。朱昌盛面带微笑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。赵总，听说你有个新项目要上马，我特意过来瞅瞅。朱昌盛的目光一转，落到了我身上。哟，董浩也在这儿呢。孟小雨的表情一下子就变得不自然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朱部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公司最近发展的挺红火，我作为宣传部长，自然得多关注关注咱本地的优秀企业嘛。”朱昌盛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。对了，我听说市里马上要出台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支持政策，你们公司要是有相关的项目，可以提前准备准备，我给你们牵线，搭搭桥。孟小雨连忙点头，嘴里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。朱昌盛的眼神又转向了我。董浩，你在省城工作，肯定认识不少人吧？有空的时候给我介绍介绍呗。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，心里头一阵厌恶，冷冷地说：“朱部长，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企业顾问，认识的都是些平常人，怕是帮不上您什么忙。”朱昌盛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可别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嘛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多走动走动。他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还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：“董浩，在这社会上，人脉和关系可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，这点道理应该懂吧？”我微笑着，什么也没说。朱昌盛一走，孟小雨长舒了一口气，无奈地说：“瞧见了吧，这就是咱们这儿的生态环境。”从孟小雨公司出来后，我一个人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溜达。青山市确实变了不少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，商业也是一片繁荣的景象。可在这热闹繁华的表面之下，却藏着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就像平静的湖面下暗流涌动。我正琢磨着这些事儿呢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董浩吗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让我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女声。是我，请问您是？我是徐丽。我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，心跳也跟着加快了。徐丽，好久不见啊，能见个面不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好像心里藏着很多话，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。我们约在了城市公园的湖边见面。徐丽比在宴会上看到的时候憔悴多了，没了妆容的修饰，眼角的细纹清清楚楚地露在外面，整个人看着特别疲惫。董浩，我为昨天的事儿跟你道个歉。他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。朱昌盛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，可我当时根本不敢反驳他。我看着他满是疲惫的眼神，安慰道：“不用道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不知道我这几年过得有多难受。”他说着说着，突然哽咽起来。朱昌盛在外面的时候，对别人都客客气气的，可回到家就变了个样。他管着我的生活，管着我的工作，连我交朋友都要管。我听了，心里一阵发酸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曾经那个自信满满、活泼开朗的徐丽，如今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其实我一直都特别后悔当初的选择。他抬起头，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要是当年……别说了，我赶紧打断他的话。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。可你呢？你过得怎么样啊？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关切。你真的只是个普通的企业顾问吗？我笑了笑，没正面回答他的问题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，我不后悔我做的选择。我们沿着湖边慢慢地走着，
聊起了大学时候的那些事儿。那时候的我们年轻气盛，心里头满是梦想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分别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不舍，可最后还是咬了咬牙，转身离开了。第3天早上，我正收拾东西呢，手机响了，是省组织部的电话，通知我任命仪式将在上午10点举行。我赶紧换上一套正式的西装，心里头既紧张又期待，准备迎接新的挑战。会议室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的了，市委领导班子的人全都到齐了。当省组织部部长宣布我被任命为青山市市长的时候，会场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小声议论起来。我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讲台，目光在台下扫视了一圈，最后落在了朱昌胜身上。只见他一脸震惊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嘴巴也微微张着，半天都没合拢。朱昌胜那副难以置信的模样，在我眼中格外清晰。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被他百般嘲讽轻视的企业顾问，此刻竟摇身一变成为青山市的市长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发表就职演讲，声音沉稳而有力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很荣幸能担任青山市市长这一重要职务。在未来的工作中，我将秉持公正、廉洁、为民的原则，致力于推动青山市的全面发展，解决现存的各种问题。演讲结束后，会议室内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我走下讲台，不少人纷纷上前握手表示祝贺。朱昌胜也硬着头皮走了过来，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董事长，真没想到啊，恭喜恭喜！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伸出手与他相握。朱部长，以后还望多多配合工作。散会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开始着手了解青山市的各项情况。这时，秘书敲门进来，董事长，孟小雨先生在楼下，说想见您，让他上来吧。我点点头。不一会儿，孟小雨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，脸上满是兴奋。董浩，哦不，董事长，你可真给我长脸啊！以后咱青山市有你在，肯定能大变样。我笑着示意他坐下。别这么夸张，我刚上任，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问题，详细跟我说说。孟小雨坐直了身子，认真说道：董事长，就说朱昌胜他们那一伙人在宣传部和不少企业之间搞利益输送。就拿之前一个文化活动来说，本来有家更有实力、方案也更好的公司能承接，可朱昌胜硬是利用职权，把项目给了跟他关系好的一家公司。那家公司质量差，最后活动办得一塌糊涂，还浪费了大量资金。我皱起眉头，有证据吗？孟小雨挠挠头，证据不太好找，他们做事很隐蔽，但圈子里都知道这些事儿，就是没人敢说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会安排人去调查。你在商界要是发现什么线索，也及时跟我说。我严肃地说道。孟小雨用力点头。行，董事长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肯定全力配合。送走孟小雨后，我叫来秘书，去把负责文化宣传项目的负责人叫来。负责人很快来到办公室，是个中年男人，眼神闪烁，显得有些紧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现在这个岗位多久了？我问道。董事长，我叫王海，在这个岗位干了5年了。他回答道。这5年里，文化宣传项目的招标流程是怎样的？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异常情况？我目光紧紧盯着他。王海额头冒出冷汗。董事长，
招标流程都是按照规定来的，异常情况，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是吗？那我听说之前有个文化活动项目存在违规操作，你怎么解释？我语气加重。王海身体一颤，董事长，这可能是下面的人办事不力，我回去一定好好调查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这件事查清楚，把相关报告交给我，要是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或者故意隐瞒，你就别干了，我严厉地说道。王海连连点头，灰溜溜地离开了办公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，了解青山市的经济、民生、城市建设等各方面情况，同时也时刻关注着文化宣传项目调查的进展。第3天，王海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份报告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董事长，经过调查，之前那个文化活动项目确实存在问题。朱部长和一家叫华兴的公司走得很近，在招标过程中，华兴公司提交的方案并不符合要求，但朱部长却强行让评审组通过了他们的方案。有证据吗？”我问道。王海犹豫了一下，有当时朱部长和华兴公司负责人私下见面的照片，还有他们之间的一些资金往来记录。不过这些证据不太充分，还需要进一步核实。好，你把证据交给我，我会安排专人去核实。这件事先不要声张。我接过证据，心中已经有了打算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徐丽打来的电话。董浩，哦不，董事长，我能见你吗？徐丽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和犹豫。好，你来我办公室吧，我回答道。不一会儿，徐丽来到了办公室，她看起来比之前更加憔悴，眼神中满是焦虑。董浩，我知道我不该来找你，但我实在没办法了。徐丽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。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我安慰道。朱昌盛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，他怀疑我和你有什么，在家里对我大发雷霆，还动手打了我。徐丽说着，撩起袖子，露出手臂上的淤青。我心中一阵愤怒，他怎么能这样？你为什么不报警？徐丽摇摇头，我不敢。他威胁我说，我要是敢报警，就让我在青山市待不下去，还会影响我爸妈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你先去医院做个检查，把伤情记录下来，这是他殴打你的证据。至于报警的事，我来安排。我坚定地说道。徐丽感激地看着我，董浩，谢谢你，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你，当年没有选择你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你的问题。我打断他的话，送走徐丽后，我立刻叫来秘书，去安排一下，让公安局的人介入调查朱昌盛殴打徐丽的事，同时把文化宣传项目调查的证据交给纪委，让他们对朱昌盛展开全面调查。秘书领命而去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青山市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，纪委对朱昌盛展开了深入调查，越来越多的证据被挖了出来。原来朱昌盛不仅在文化宣传项目上大肆敛财，还在其他多个领域与不法商人勾结，收受巨额贿赂。而朱昌盛得知自己被调查后，开始四处活动，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行。他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关系网，想要干扰调查。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办公室加班，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。董事长，我劝你最好别把事情做得太绝，朱昌盛背后的人你惹不起，你要是继续查下去，对你没好处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，我冷笑一声，
我董浩做事只对法律和人民负责，不管他背后有什么人，只要犯了法，就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哼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要是现在收手，还能保住你的市长之位，否则你恐怕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对方威胁道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。我毫不畏惧地挂断了电话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朱昌胜的罪行逐渐浮出水面，他涉及的金额巨大，牵扯的人员众多，在青山市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而徐丽在得到我的帮助后，也勇敢地站了出来，配合调查，提供了很多关键证据。然而，就在事情看似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意外却突然发生了。一天早上，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，却发现办公室里一片狼藉，文件散落一地，我的电脑也被砸得粉碎。秘书惊慌失措地跑进来，董事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皱起眉头，心中明白这肯定是朱昌胜背后的人干的，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，让我放弃调查。别慌，先报警，这件事不要声张，不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。我冷静地说道。警方很快赶到现场进行调查，但现场没有留下太多有用的线索。这件事在市政府内部引起了一些议论，不少人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，对调查工作也产生了一些动摇。朱昌胜似乎看到了转机，他通过关系放出话来，说只要我停止调查，他可以既往不咎，还会给我一些好处。面对这些压力和威胁，我没有丝毫退缩。我知道，一旦我退缩，不仅朱昌胜会逍遥法外，青山市的腐败问题也将永远无法解决。我召集了市政府的核心成员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我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让大家感到担忧，但我告诉大家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压力，我们都不能放弃对腐败的打击。这不仅是为了青山市的未来，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。我坚定地说道。在我的鼓舞下，大家重新振作起来，调查工作继续推进。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，秘书进来通报，董事长，外面有个自称是朱昌胜司机的人想见您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，让他进来。我心中一动，觉得这可能是个突破口。司机走进来，看起来有些紧张，但眼神中透露出坚定。董事长，我叫李勇，是朱昌胜的司机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他做的那些坏事，我都有参与，但我一直良心不安。我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您。李勇说道。我心中大喜。好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如实交代，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。李勇开始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。原来，朱昌胜不仅收受贿赂，还参与了一些非法交易，而李勇因为长期跟在他身边，知道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根据李勇提供的线索，警方迅速展开行动，一举捣毁了一个隐藏在青山市的非法交易窝点，抓获了多名犯罪嫌疑人。朱昌胜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彻底崩溃了。他知道自己的罪行已经无法掩盖，开始四处逃窜。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在警方的全力追捕下，朱昌胜最终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被抓获。随着朱昌胜的落网，青山市的反腐风暴取得了重大胜利。那些与朱昌胜勾结的不法商人也纷纷被查处，青山市的政治生态得到了极大的净化。而徐丽在经历了这一切后，决定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他辞去了市艺术学院的工作，
准备去国外进修钢琴专业。在他离开的那天，我去机场送他。董浩，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摆脱不了那个噩梦。徐丽感激地说道：“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勇敢面对的结果。到了国外，好好照顾自己，追求自己的梦想。”我微笑着说道：“我会的，董浩，希望你能带领青山市变得越来越好。”徐丽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我点点头，看着徐丽走进安检口，我转身离开机场。我知道青山市还有很多问题等待我去解决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我充满信心。回到市政府后，我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。我深知反腐只是第一步，如何推动青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，才是更重要的任务。在我的带领下，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，加大对科技创新、教育、医疗等领域的投入，努力改善民生，同时也加强了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，防止腐败现象再次发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